飞抵丹麦哥本哈根之后，我们开始我们这一趟的北欧之旅哦。现在我们抵达了斐德烈古堡，荷兰文艺复兴风格红砖建筑的斐德烈古堡，爱情的象征，应该算是皇室婚恋关系最有心又昂贵的礼物之一。这个地方建在1560年的斐德烈古堡，当时只是为了一块私人的庄园主人是海洛夫特罗勒。当时的丹麦国王斐德烈二世为了讨好他所爱的皇后 Sophie， 于是用一座森林的寺院与海洛夫特罗勒交换他的庄园。斐德烈克二世便在城堡的两边加建了皇后长廊，连接的教宫跟宫殿那这个斐德烈古堡也在1859年的时候呢被大火烧毁掉，而当时非常有名的 Jasper 啤酒负责人呢，他主动企业出资全面整修，留下了目前这个完整的斐德烈古堡的全貌样貌下来媲美凡尔赛宫华丽的斐德烈古堡。喷泉上象征的海上权威维京人后代的海神。斐德烈古堡1560年开始建起，建造了斐德烈二世国王的名号命名。17世纪呢，由丹麦的国王克里斯汀四世于1605年与1621年期间再予以把它扩建起来。克里斯汀四世是一位热衷土木工程的建筑国王，在位期间，丹麦留下非常多出色的建筑物。他将当时丹麦这个地方建造成梦想当中的宫殿，不仅是皇室最受欢迎的行宫，从1671年到1840年之间，每一代的丹麦国王都在此地举行加冕仪式那斐德烈古堡呢，目前呢，我们走进来现在的这个狩猎大厅上面呢雕刻着很多的这个浮雕，而且呢，这里呢雕塑了很多的野生跟皇家打猎的场景，代表了当时皇室们的生活状况那从这里面看到了，目前这些都是重新所建造起来的那这些麋鹿呢，也代表了当时丹麦森林里面这些动物的丰富而不是这个主人跟鹿有仇现在经过的这条长廊上面的石雕，也就是当时在斐德烈古堡祝融之灾有一些呢掉落下来或遗留下来的，就把它摆在走道两侧北欧最漂亮的城堡斐德烈城堡那从这旁边呢，我们继续再往斐德烈古堡2楼走上去你将会看得到它这旁边呢放有很多的盾牌这些盾牌曾经是国王赐予的也好以前呢，他们国王封爵加冕的时候呢，都喜欢什么？都喜欢做这个盾牌这个盾牌的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呢，就沿路呢搁在哪边？搁在这个走上去的那个道路上面这些盾牌们一个一个排列的在迎接了你每一个盾牌，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盾牌，每一个骑士。斐德烈古堡的盾牌楼梯呢，是最有名的所以来到斐德烈古堡千万不能错过因为这个古堡真的很美在欧洲的城堡来讲，算是呢我个人觉得呢非常美的那所以呢，难怪呢它会被称为什么欧洲的
北欧的凡尔赛宫，给它这个美名的道理就是这样子啊。丹麦的凡尔赛宫哦，宫殿由3面建筑组成。那从这个海神为圆形的喷泉雕塑走进来啊，一直到这里面来啊。那走进来这里面呢，我们又可以看得到很多包含它的祭坛呐、包含了当时这些祭坛啊留下在那个时代所留下来的钢琴啊等等啊。作为丹麦国王的行宫，斐德烈堡在丹麦众多的古堡当中呢，占有非常显赫的地位哦。几乎可以说，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国王礼拜堂，每一位国王就在这儿举行了登基跟加冕，进行重要的宗教仪式活动啊。丹麦历史上几次的重大事件也发生在这个堡内。1721年的北欧大战啊，在17世纪那结束后，丹麦跟瑞典两国在这边签署了著名的叫做斐德烈堡合约，而结束了几个世纪以来丹麦跟瑞典之间的仇对状况哦。那1812年，斐德烈6世国王斐德烈堡又把它改建为博物馆哦，并且从收藏家那里得到了很多的油画啊。至此，我们现在走在这个礼拜堂上2楼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得到这墙壁上除了盾牌之外，还挂有非常多的油画啊。这个油画逐年的增加啊。但是我说过，这个城堡曾经失火过，大火几乎毁了这宫内所有的建筑啊，2/3的油画几乎都被毁坏啊。如今馆内重新收藏大量珍贵的文物，表现出历史重大在丹麦事件的一些油画啊，著名的人物肖像，以及丹麦最古老的馆风景，都在斐德烈古堡你可以看得到。的时候呢，当时呢，这位国王斐德烈6世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16世纪的时候，他一直不断的在跟什么瑞典、跟挪威打仗，一下子你打赢，一下子我打赢，所以打到最后呢，当时的瑞典跟挪威一直都是属于丹麦的管辖地，而直到了18世纪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下令杀死所有瑞典的王公贵族，在哪里？在斯德哥尔摩老广场有一座喷泉，就是他当时下令杀死了86位的贵族杀死了86位的贵族，所以呢，使得瑞典就怎么样？瑞典当时的国王就独立了，一定要抗争，我要推翻丹麦，所以当时呢，丹麦就打输了，输给了瑞典的国王，从此就再也要不回瑞典，瑞典就此独立。所以这个时候，他回到了他自己的国家之后，就被那些贵族们把他关起来。这一幅画叙述着，就是当时的斐德烈6世的时候，他被关在地牢里面，是唯一一个被关过的国王，丹麦国王。走进了这里面，每一幅油画。每一幅画当中的国王，每一幅画后面代表着很多很多的历史故事啊！油画这几年来在台湾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啊。很多人学习了做油画甚至呢把这个油画它的这个花草树木呢或者是比较抽象的形式呢，把它画了出来那像现在我们所在欧洲所看到的油画，基本上这些艺术家都是经由长期的培训雕塑出来。你看这里面每一个油画呢，都有很多的国王、皇后每一个历史人物，还有最美的天花板真的在北欧，它这个丹麦斐德烈古堡，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进来古堡里面呢。它的天花板还有做的可真美啊！这上面竟有国王厅、王后厅、王子厅跟王家教堂。这些贵族，他比他们地下高贵族根本从
中国爱把人招兵买马，不搞牌的，难怪他打不赢嘛。所以从那个时候，丹麦从国王跟贵族之间的联手共治，变成了集权国家。这个集权国家呢，就从克里斯汀3世开始。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手上拿了一个球，代表了他掌握了这一个地球。美不美啊？所以走进了丹麦，我们第一个先看到的是丹麦的历史啊。那如果你要撇除掉丹麦的历史呢，再走到外面来，可以看得到丹麦的人文风情啊。丹麦这个北欧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在北欧，在全世界可是佼佼者，是全世界第一个的哦。从小到大学全免啊，工作机会非常的充足。贫富差距极小，自然非常的良好。在联合国的世界幸福报告当中，它总是名列的前茅啊。他们缴的税收啊，人民的福利福祉非常的好。所以啊，很多人在看到了丹麦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么好，劳工的条件这么好，但是他们总是喜欢看它好的一面啊。不能说它不好的一面，而是这么好的福利制度跟劳工条件换来的是什么？换来是非常高昂的物价。北欧丹麦的物价算是很高的哦。高昂的物价之后，看到的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非常高的人民税收哦，最高可以把你半个月的薪水都拿走。但令人意外的是哦，现代化的丹麦 ，cancer 癌症比例也是世界数一数二的严重哦。如果你对丹麦人的生活习惯有所认识，也许你会发现，理所当然，丹麦人在路上可以看到很多人抽烟喝酒的这个情况啊。丹麦的民主社会开放程度之高哈，这样子自由自在的活动，对于养生生活呢，可能也就缺乏了啊。整个绿能发电产业目前在全世界都是最夯的啊。这条高速公路你看到手边，伊只钉啊哈，是安尼用这个丝啊吊钉安尼几排吊过哈。啊，代表啥啊？代表这个所在呢无风台啊，北欧无风台哈。而且丹麦这个所在呢，嘛真少有暴风雪啊。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良好，包含了自己本身哥本哈根的这个港口也是不动港啊，所以它拥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位置。最主要有来自于，因为它这个海湾呢，有来自于墨西哥湾流的暖流啊流进了这个地方，所以使得丹麦哥本哈根本身这个港口并不结冻啊。丹麦跟挪威跟瑞典这3个国家其实息息相关，而且这3个国家还内含了所谓的这个维京海盗的这个民主成分存在着哈。所以沿路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哈，绿化非常非常好的道路啊，这些道路呢，其实有一点跟走在英国的乡间小路是一样的。看的就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美人鱼。这美人鱼前面看得到很多 GPS， 还有挂有这个 monitor 萤幕，会使导航的卡拉车啊，你看多厉害啊！丹麦美人鱼有名的不
得了啊，但是呢，小小一只啊，有没有啊？东西不用大哈，如果美的话哈，小的就已经让人的震撼不已了。位于朗格利尼码头岸边，由雕塑家爱德华·埃里克森依照他的爱妻丽娜的模样所雕塑而成的。丽娜的模样很美，所以作品当中还加入了脚的线条这个小美人鱼像也就变成了丹麦的地标在当时上海世博会的时候，他还曾经出借远渡重洋到过中国上海。但是这个小美人鱼的命运多坎坷原来的头不知道为什么曾经被遭受过破坏，还被破坏过好多次现在的是依照原样再重新塑造而成的。这一艘是什么？这一艘叫做渡轮，也可以叫做游轮，因为它大小几乎跟游轮是一样的。我们现在从丹麦坐游轮去哪边我们准备从丹麦坐游轮跨海前往另外一个国家来了，我们上这个游轮看看在这个游轮上面我们呢来体会一下在北欧，你看这个风力发电厂现在已经盖到了海上，因为风力发电厂会发出庞大的机械操作的运作的声音所以现在北欧丹麦他们把风力发电厂呢尽可能的一直往海上去盖它就不会吵到很多人，然后又有绿能设备可以发电离开了哥本哈根，意为商人之港，北欧最大的城市，也是北欧的玄关。为了保护鲱鱼渔获量，在1167年建造的要塞逐渐变成了大商港在西元1416年取代的罗斯基勒成为首都。很多人说挪威的奥斯陆跟你想象当中欧洲的首都不太一样人口不多，景点也不是那么多，但是呢这一个地方当你要进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它的沿岸有很多的这个彩色的房子非常多碎裂的岛屿挪威、瑞典、丹麦它的峡湾、海岸线都有很多的列岛甚至还有被称为千岛群岛之称那它跟你想象当中的首都不太一样北欧的天气与欧洲的千地国家的稳定性相比呢，它呢很特别那但是呢，奥斯陆它的天气变化呢也比较多秋天甚至夏天通常有时候在气温有可能在晚上到达了10度左右这个很不得了这已经到台湾是寒流等级的别以为北欧真的如此温和呢，北欧天气的变化之快呢，有时候上下才2-3个小时呢，气温可以上下10几度多变的天气呢，也造就了北欧维京人后代坚强的心天性乐观的挪威人似乎也习惯了这般的气候，享受在这个有阳光在多变气候底下的这个生活。挪威奥斯陆的捷运、公车、电
电车、船只都非常非常的便捷啊。那这座城市很多的地方值得造访哦。我们现在就来这个国家大城市来看看啊。现在已经进入了挪威奥斯陆的港口喽。奥斯陆是过去10年当中欧洲发展最快速的城市之一，新建的社区、创意的美食，非常大的活力哦。北欧、挪威、奥斯陆这个所在嘛是真侪森林甲峡湾的所在哦。这个所在真侪自然的环境啊，嘛真少污染哦，所以伊嘛去和咱的北欧甲欧洲的国家呢，甲合作什么？欧洲的绿色首都啦，市中心的面积呢无介大吼，但北欧的大城市拢是安尼吼。你所看到的城市吼，伊的面积呢拢无介大吼，人口嘛无介济吼。但这个
伊的首都呢，拢真紧的速度就会使看了哦。所以真侪来北欧佚佗的人哦，因拢会啥习惯性呢哦，租这个脚踏车啊，踮这个市区踅哦。啊，当然啦哦，你若讲要去看台湾脚踏车路较远啊，但是咱市区真侪人骑脚踏车，第环保啊吼。这个环保呢，北欧会使讲做了上彻底啊，就是北欧这几个国家啊，包括因的城市哈，大城市拢无介大啊，人口啊真少，但是呢土地大啊，所以呢出现了因有真侪这个环保措施，而且配合了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啊。奥斯陆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城市。1814年，它变成了挪威的首都了啊。那当然呢，它也展现出了维京人后代很多的展览的博物馆哦，包含了维京海盗船博物馆等等。来到北欧这些国家，一定会谈到的，也就是 Viking 维京，意思指的呢就是北欧的海盗。从公元8世纪到11世纪，他们一直侵略了欧洲的沿海，还有英国岛屿。它的足迹呢，遍布了欧洲大陆，北边呢扩展到非常北的领土啊。在欧洲这一个时期呢，就被称为了维京 Age 维京时期啊。所以来到北欧，丹麦、瑞典、挪威这几个国家，你一定可以听到的就是维京人的故事，征服者兼具殖民者的开始啊。所以在这几个国家，包含了格陵兰啊，包含了冰岛，所聊到的几乎呢都是维京人啊，都是维京人的这个历史故事啊。那他们也被号称为维京人的后裔啊，后代。你看看这些小木屋啊，进入了奥斯陆北欧的这些峡湾城市啊，这些峡湾的城市啊，随便一个港口散列的这个小岛的几百粒啊，所以这些小岛呢，造就了维京人天然的避风港哦。你看看伊的船只，就是拢弄伫这个峡湾内底哈。那这些峡湾哦，因就调了对这些峡湾来出海啊，但是当然啦，会使这些的，会使种植的农地无介济，使得当时在北欧这几个国家，他们都是属于贫穷的，他们必须对外出海去什么去捕鱼去什么打猎啊？他打猎是什么？抢劫啊！打别人的猎啊！那所以呢，维京海盗在当时呢，是在很多人这个欧洲的货车航海家当中心目中啊，听到呢会闻风丧胆的啊一支民族啊。维京人生活在1000多年前的北欧，今天的挪威、丹麦、瑞典啊，都是以前的维京人啊。维京人曾经被认为是一支威胁欧洲的蛮族部落，在中世纪时期，很多的欧洲人将维京人呢，称为叫做什么 Northmen 啊，就是来自于北方的客人啊。维京是他们自称在北欧的语言当中，这个词语呢，包含了维京词语包含了2种意思啊，一个是旅行，一个叫做掠夺。那现在你看到它的 City Hall 市政厅哈。就在前面这一栋红色的博物馆呢，红色的建筑物不是博物馆，你看我们从外围还可以看得到山上的小城堡进入奥斯陆，等一下看看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还可以从这边看到了诺贝尔的颁奖地方啊。维京人他们从这个8世纪到11世纪呢，一直侵扰了欧洲的沿海跟英国的岛屿他们以海盗、商人、侵略者或移民者的形象呢，出现在欧洲各个部落当中，成为在当时欧洲8到11世纪的历史时期的主角哦。